今天我们挑战杭州最具争议的美食西湖醋鱼，看看百年老字号的出品和米其林必吃榜推荐的出品哪个性价比高，以及西湖醋鱼到底哪里好吃。我们特意找了西湖边的楼外楼，听说这也是吃西湖醋鱼必要的条件之一，要欣赏西湖景色。大家如果打车是来不到楼外楼的外面的哈，就是在孤山公园前面下车。 走进来呢，有个10来分钟的路程，景色非常的美。你好，2位，去上2楼。来了，让我们先上2楼。我们来楼上楼啊。哦，这边也可以坐哈。来得早的好处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可以随便挑。窗外就是西湖景色。听说吃西湖醋鱼的标配就是龙井茶。楼外楼创始于道光28年。 啊，西湖醋鱼来了！古时候有人吃的这个菜很开心，在菜馆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：“群女连翩买醉来，绿杨引里上楼台。”天哪，楼外楼的厨房好大呀！咱们这个鱼得饿养几天呀？饿养3天啊！哦，新鲜现杀的鱼在这儿。咱每天得杀多少条鱼啊？700条。700条。 哎，对，还有水河鱼。哦，这洗得很仔细，还用刷子刷。它鱼腥味就是在这边的黑的膜上面，包括牙齿这个肚里面都是很腥的，所以把这都洗干净。西湖醋鱼呢是用白水煮的，这火候呢也非常的讲究。 这个汁是有什么？有黄酒，然后杭州的五养酱油，然后白糖，然后杭州的双鱼米醋，就这4样。不放盐，不放味精，不放油。我们一共有4个厨师是专烧西湖醋鱼的，最少的年龄就是9年，最多应该是有个16年，都是以前的老师傅退休之后传承下来的。 谢谢。鹅汤3脆，这个季节的。感谢。这是杭州名菜，宋少1根啊。感谢。盖子给你打开，还有东坡肉啊。好，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咱们现在就就着西湖美景了，好好品尝一下这几道经典的杭帮菜，尤其是这个西湖醋鱼。那这个呢，据说就是整个杭州市最地道、最传统的那一款西湖醋鱼。半份西湖醋鱼呢，它是68。 哇，它这个西湖醋鱼还专门告诉你是谁做的，你如果对它有什么意见呢，你还可以反馈。来一块儿，啊，先闻一闻。我居然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刚一入口呢，是这个醋汁那种微酸微甜的感觉。咱们这个是草鱼嘛，你吃的时候它的鱼肉质地是比较韧的，土腥味呢没有吃到，反倒是草鱼啊鱼的那种鲜味儿。 咱们直接尝尝它醋汁儿，来。讲实话哈，你只要不是大口的吃，你真的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好，就很果醋的感觉。再喝一个龙井茶，再欣赏一下窗外的西湖美景，就是江南那种闲情雅致。我现在真的很怕被全网喷，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阿喵你的口味有问题。我没有接他们家广告哈，每次看到大家都在讽刺楼外楼。 我一开始也是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槽点，我可以亲身骂得更具体一点，吐槽不了一点。只要像阿喵这样小口吃啊，就能品到这个鱼的鲜。大口吃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醋味儿是不是就很抢了？这里我真的要给楼外楼点赞，因为像这么大的馆子，我们来申请，敢让我们拍的楼外楼是第1家。 响油鳝鱼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杭帮菜，来尝一个。响油鳝是也好吃的，这个菜呢，就是一点都不甜，
完全是一种咸香。看一下它的笋干，属于那种紧实有嚼劲、脆口。响油鳝丝跟西湖醋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味哈，一个是尝到杭帮菜的鲜甜，一个是尝到杭帮菜的鲜咸，再一个宋嫂鱼羹。这是一个糊装，这个是鱼丝儿、香菇、葱，有蛋花。宋嫂鱼羹呢也是不带甜味的，整个一个咸鲜口，还带点微酸，里面撒了胡椒粉，就会有胡椒粉的那个味道。是杭帮菜解腻啊！除了这个宋嫂鱼羹，还有我们今天点的这个荷塘三脆。这3种食材啊，就是长津西湖里面非常出名的3种水生植物啊。这是菱角、脆藕、莲子。还加一点芥蓝，先来一个脆藕。这菜很神奇，它是勾了一点芡的。按理来说，勾芡的东西就没有那么清爽哈，但它一入嘴，你看这爽脆的口感。莲子，一开始入口就那一点点苦涩，但一会儿它就甜了。莲子呢也是清脆，但是没有藕那么脆。来个菱角。反正这3样东西都是脆的，都带点微甜，其中菱角的味道是最特别的。我觉得没有吃过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。这个在西湖边一定要吃的东坡肉啊，这是用来隔水蒸的，里面就是一整块大的五花肉啊。这个就是东坡肉跟红烧肉一个最大的区别哈。东坡肉就这样一块五花肉放到这个小瓦罐里面隔水蒸的。切好了，谢谢，好。哇，现在就方便吃了，蘸酱。这个红烧肉它的酱汁啊，其实不是那么稠，肥肉是已经软烂了，瘦肉呢保留了一定的嚼劲，吃到嘴里呢，你会感觉它是一种微甜的、非常适口的咸香味儿，但也没给你那种很下饭的感觉。这个大小刚刚好。就是这了，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杭帮菜老馆子，已经要排队了，2个。先看一下菜单，西湖醋鱼是肯定要点的，要不要挑战一下醉虾？这家是要自己写菜，因为来吃的人太多了，马上写上哈。他们家上菜还蛮快的，刚坐下来没几分钟，这个菱角芦笋已经上了。哦，又一个，哦，谢谢油淋鸡。杭州醉虾，这个醉虾给它再焐一会儿。现在这个虾跳跳的，不敢吃。吃芦笋，就芦笋那种很独特的味道，带一点点苦涩，有点点清爽，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、非常养生的一道菜。尤其这个菱角啊，味道真的蛮特别的。这油鸡感觉上面好多的葱啊，但这个皮哦是虎皮的，这应该是炸出来的。来一块，鸡肉非常的嫩，但确实味道很淡。蘸蘸它的酱，蘸酱就好吃了。这个油鸡它的嫩啊，已经很像一种膏体了，就吃不出是那个鸡肉本来的嫩。酱料啊，调的跟阿喵在广东吃那个赤油鸡的酱料很像。哇，西湖醋鱼来了。非常稠的酱汁，138一份哈。点的桂鱼，如果是鲈鱼的话呢，就88一份。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冤种哈？来一块啊，闻着一股非常酸爽，裹裹这个酱汁。我要说好吃，你们会不会说我假吃？好吃的哎！桂鱼肉质鲜嫩的口感是有保留的。如果喜欢吃鱼的朋友，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鲜。它这个醋汁儿啊，是激发鱼的鲜味的。可以单独试试它的酸醋汁。
蛮好吃的，就调的不错。本期吃的2家西湖醋鱼都非常注重给鱼去腥提鲜。楼外楼呢是保留了阿阳草鱼的传统方法，68半条。福源居呢是通过更换鱼的种类，把草鱼换成桂鱼，138一条。目前体验下来都能吃到鱼的鲜甜。大家更喜欢哪种做法呢？看一下我们醉虾怎么样了？哇，这个味道好浓啊！尝个啊，这个应该是小河虾，这个其实就是吃生虾嘛。这壳可以吃吗？应该不能吃吧？来蘸蘸它这个酱。西湖醋鱼我都吃了，醉虾算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，和那个虾身一样，嫩嫩的，滑滑的 ，Q 弹弹。主要它那个酱汁我觉得调的也很不错，有股很浓烈的白酒味，咸香微甜。这个醉虾的酱汁用来泡桂林米粉应该也好吃，非常杭帮菜，是不是感觉？哎，来自大的。我觉得它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肉太少，一只只剥很麻烦。看这西湖醋鱼，我们已经差不多吃完了。这西湖醋鱼哈，建议就真的一定要趁热吃，稍微晚一点点呢，这个酱汁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呛了。今天咱们点的这4个菜哈，我觉得朋友们来了，这个醉虾、这个西湖醋鱼是一定要尝的，真的非常有江南的那种精致和雅趣，可以说出了杭州，应该你们吃不到这样子的菜。反倒是这个油鸡啊，我有一说一，它确实也是嫩的。但阿喵呢，在广东吃过更好吃的鸡，想念广东的鸡了。咱们这一趟回去，高低还得再去次广东。来吧，相视一起。好嘞。